刷到这个影片的人有福了。如果你有缘分读到《金刚经》，那真的是福报非常大，它能帮我们大家真正的解脱内心的冲突、纠结，还有疾苦。为什么说读《金刚经》的朋友都是有福之人呢？《金刚经》那么难读懂，它到底可以给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呢？我用一句话表达，《金刚经》它是断除我们精神内耗的生命智慧。可以这么讲，现在的人有生活质量，但是没有生命质量。说白了就是有钱，但是没有幸福感，内心不得安宁。好比说你每天你在思考什么问题，你想怎么赚更多的钱，怎么升官，怎么让孩子金榜题名，怎么让自己健康长寿。大概我们每天脑子里面浮现的都是这些想法或者是欲望。金刚经是佛祖跟须菩提的对话，全文呢仅仅5000字，但是这5000字却代表了人类智慧的巅峰。读懂后会让人豁然开朗，从此开悟。接下来的内容你要是听懂了，对你的生命质量改造特别大。六祖禅师是不识字的，但是在他年轻的时候，也是偶尔听到了《金刚经》里的一句话就开悟了，可见这本书的神力。首先，《金刚经》的开始是以这样一段经典的对话。佛祖问须菩提，恒河里的沙子多不多？须菩提说当然多。佛祖又问，如果有人散尽家财，像恒河里沙子这样多的财富去做慈善，那算不算一种功德呢？须菩提说，这当然是莫大的功德。但是佛祖又说，有一种功德比这个更大，那就是在你开悟之后，把《金刚经》里最核心的4句话解释给世人听，让更多的人开悟，这才是莫大的功德。第一句，若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寿者相，皆非菩萨相。佛祖说，如果你看到的菩萨，他长得像我这样的人，或者你这样的人，或者像路人甲乙丙这样的人，再或者像一个长寿的人，那他都不是菩萨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拜的那个菩萨，他拥有像人一样的相貌，那都不是菩萨。菩萨根本就没有人相，也就是没有相。第二句，凡以色拜我，以音声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见如来。意思就是说，凡是看见我就拜的人，或者听到我的声音就来求我的人，都是执迷于佛祖的表象，这都是邪道，永远都不可能见到如来。第三句，凡有所相，皆是虚妄，若见诸相非相，则见如来。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一个人不再被事物的表象所迷惑，能够看透各种事物表象背后的本质，这就相当于见到佛祖的真身了。所谓的如来并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种能够看穿真相和本质的能力。第四句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意思就是说，一切能够被表述出来的方法都不是永恒的方法，就像露水和闪电一样，随时都会被破灭。方法是认知提升到一定阶段自己悟出来的，
是靠执行力和实践的摸索过程当中逐渐形成的。这个世界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，更不会有直接就可以拿来用的办法。无论多高明的老师或者成功人士，他们最多只能给你一个启示，真正的方法必须靠你自己去悟。这就是我所说的凡事反求诸己，求人不如求己。我们千万不要被方法所束缚，而是要掌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，也就是我常说的那个道。一旦抓住了本质和规律，一切的表象在你面前都如梦幻泡影，万事万物在你面前都如同洞若观火，你随时可以将红尘世俗置之度外。这就是一种洒脱。要明白，我们经历的每一件事儿，好事或者坏事，遇到的每一个人，好人或者坏人，都是来度我们的。我们经历的每一份惊喜，遭受的每一份痛苦，都是让我们来觉悟的，或好或坏，或痛苦或开心，其实都是我们修行的参照。修行不是一种对现实问题的逃避，恰恰相反，每一个现实问题都是你修行的最佳入口，都是你的道场。如果你创业的道路非常艰难，那创业就是你的道场。如果你和你的爱人之间有隔阂，那夫妻关系就是你的道场。如果你的孩子沟通有问题，教育就是你的道场。如果你的身体有了问题，那生死存亡就是你的道场。每一件烦恼都是道场，每一次情绪也是道场，每一次恐惧更是你的道场。金刚经在中国是影响非常大的一部佛教经典，是记录释迦牟尼佛和他的大弟子须菩提问答对话的一部经。它是最伟大的佛教经典之一，包含了大乘佛教的最高智慧，被奉为诸佛之至母，菩萨之惠父，众圣之所依。南怀瑾评价说，金刚经最伟大之处是超越了一切宗教性，但也包含了一切宗教性，是超越宗教的大智慧。因此在我们研究学习金刚经时，不能将它局限于佛教的范围，我们将金刚经的宗教形式放一边，不论你信奉佛教与否，都可以从这部经典中汲取最有营养的人生智慧。接下来我就和你一起探讨金刚经中所蕴藏的9大人生真相。如果你能读懂并领悟，便可让我们瞬间解脱烦恼，获得幸福，提升生命的价值。真相一，心境决定处境。真正悟了道，就没有时间观念。金刚经告诉我们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。时间是相对的，真正的时间，万年一念，一念万年。没有古今，没有去来，等于一首古诗。风月无古今，情怀自浅深。月亮、太阳、风、山河，它们永远如此。古人看到的那个天，那个云，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天和云，是一样的世界。未来人看到的也是。风月虽是一样，
但是情怀有浅深，有些人看到风景很高兴，痛苦人看到一样的风景，却悲哀的要想死，都是个人自己唯心所造。不管儒家、佛家、道家以及其他一切的宗教，人类一切的修养方法，都是这3个字：善护念。好好照应你的心念，起心动念都要好好照应你自己的思想。众生一切的心都在变化中，像时间一样，像物理世界一样，永远不会停留，永远把握不住，永远是过去的。所以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。我们刚说一声未来，它已经变成现在了，正说现在的时候，已经变成过去了。这个现象是不可得的，一切感觉、知觉都是如此。可是一切众生不了解这个道理，拼命想在一个不可得的三心中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想把它停留住，想把它把握住。真相二，自助者天助之。佛陀并非高高在上的神灵，也非掌控命运的主宰。佛陀所传授的智慧与力量，实则潜藏于每个人的内心深处。因此，学佛并非盲从与迷信，而是一场心灵深处的觉醒之旅。真正的信仰意味着自我觉悟，自我成就佛道，这才是学佛的真正意义所在。若只是单纯前往寺庙祈求，那不过是形式上的崇拜。若一味期待佛菩萨的庇佑，实则是对佛陀教义的误解。佛陀更愿意教导我们如何依靠自己的力量成长与蜕变，这与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相契合，即自助者天助。我们须明白，真正的援助来自于自身。当我们努力向上时，自然会吸引更多的助力与善缘。换言之，只有当我们真心愿意自助时，方能感受到来自天地的支持与庇佑。若行为不端，仅凭忏悔便期望得到宽恕，那是不切实际的。真正的改变源于内心的深刻反省与实际行动。真理三，心如明镜，方见人生如幻。如来之智慧，恰似一面明澈无瑕的镜子，内心澄澈透明，无有丝毫杂质，它无偏无向，如实映照着世间万物。当外界种种情境浮现时，这面明镜便一一呈现，而当一切情境消逝，便如同镜中景象淡去，不留丝毫痕迹。宋代文人苏东坡禅心深邃，诗韵悠长，其笔下之境与佛法禅意交相辉映。他曾言，人生到处之何似，应似飞鸿踏雪泥。人生百态，皆如飞鸿踏雪，留下浅浅的痕迹，转瞬间便消融于无形。所有过往，如同春日之梦，短暂而虚幻。梦醒时分，一切了无痕迹，当众声明了此理，领悟世间一切如梦幻泡影，便无需再执迷于表象，探寻那遥不可及的真理。真相四，轻浮谁都有，却没人想得了。红尘里的人生，
就是功名富贵。普通叫做享鸿福，清净的福叫做轻福。人生鸿福容易享，但是轻福却不然。没有智慧的人不敢享轻福。人到了晚年，本来可以享这个轻福了，但多数人反而觉得痛苦，因为一旦无事可管，他就活不下去了。有许多老朋友到了享清福的时候，他硬是想死了。他害怕那个寂寞，什么事都没有了，怎么活呀？真正的福报是什么呢？清净无为，心中既无烦恼也无悲，无得也无失，没有光荣也没有侮辱，正反两种都没有，永远是非常平静的。这个是所谓上界的福报，轻福。人人皆有轻福，皆有闲暇之时，然当真正闲暇下来，却难以品味这份宁静。人因被社会遗忘而悲伤，因担心被轻视而焦虑。无人来访，无人相邀，无人问候，便觉自身悲凉。他们拥有轻福，却不知如何品味。真福报那么难求吗？非常容易。可是人到了有这个福报的时候，反而不要了，都是自找烦恼。真相无，不圆满才是真实。在这个有缺陷的世界上，没有一个人的人生是圆满的。假使圆满，他就早死掉了。因为佛称的娑婆世界是一个缺陷的世界，所以要保留一点缺陷才好。曾国藩到晚年也很了解这个道理，他自己的书房叫做求缺斋，一切太满足了是很可怕的，希望求到一点缺陷。因此在这个有缺陷的世界，有福报的人没有智慧，有智慧的人没有福报。书读得好的多半是福报差一点，命运好一点的人多半在知识上少一点，有了这一面就少掉那一面。真相六，心的真相是无相。譬如电灯和电风扇，电流使它们运转，带来光明和凉风，但我们却看不见电流本身。电流似乎来了，又似乎去了，它既不生也不灭。如来即是如此，指的是心性的本质，是心性发挥作用时所呈现的现象，也就是心相。比如当一个人开始说话，我们听到了他的声音，但声音听过之后就会消失，好像来过又好像没来，去了又好像没去，但它的本体始终如不动。因此佛经中提到，当我们修行到接近清净空相的境界时，就能体验到如不动的状态。然而这种不动并非真正的静止，如果真的完全不动，那就成为了无生命的物体。心之本质无形无相，难以捉摸，但在修行的过程中，我们可以逐渐领悟到这一点。真相七，不离烦恼，才能真正消除烦恼。思想从何而来，又将去向何方？他们无所从来，也无所去，这就是如来的真正含义。为何要执着于思想？他们来去自如，无常且不可捉摸。打坐时，如果我们强求心中无杂念，
这是一种愚蠢的行为。为何要去除杂念？杂念本身即是空无，无法永久留住。谁能真正把一个念头固定下来？当我们感到痛苦和烦恼时，我们实际上是在自寻烦恼。昨天的烦恼已经过去，今天坐在这里并不烦恼。现在的烦恼不久后也会消失。烦恼是暂时的，不会永远停留。我们应该经常观察自己的烦恼，它们不来不去，不生不灭。念头的消失称为灭，新念头的产生称为生。生出的东西终将灭亡，但灭亡之后并不是彻底消失，它还会再次升起，生生灭灭，就像水面上的波纹。尽管波纹在动，但水本身并未移动，始终如一，不增不减。我们在修行中使用各种方法，试图平息心中的波动，但即使波动平息了，它仍然是水。波动不平，它也是水。因此，努力去平息波动，其实是在自找麻烦。当我们明白这一点，就能理解，只有放下对烦恼的执着，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和解脱。真相吧，时空是相对的。常言道，人生如梦，梦境似乎是虚幻的，但这其实是一种误解。梦境并非完全虚无，它是真实的体验，尽管它是偶然的、短暂的、片段的。科学研究揭示，即使是最长的梦，也不过是几秒钟的事。一个人可能在梦中经历了从童年到老年的一生，而实际上只过去了极短的时间。梦境中的时间与空间是相对的，正如爱因斯坦所理解的，时间和空间的相对性是宇宙的基本属性。在地球上半月的时间，在月球上可能只是一夜，我们的世界里一年，太阳上可能只是一天。在宇宙的不同角落，时间和空间的流逝各不相同。100年对于我们而言，对于某些生物可能只是一天，而我们的一天对于微小的生物来说，可能是无数的生死轮回。因此，宇宙中每个星球上的时空都是相对存在的。真相9，人比鬼更可怕。据说住在山里的山魈很有意思，他们有事的时候要跑到别人家里借锅子和碗筷，他们的样子很丑陋，矮矮的，就像人倒着脚走来，讲的话我们也不懂，必须要用手去指要借的东西。那些山里头的人都知道，有些坏心眼的人却准备一套骗他们的。准备什么呢？纸做的锅，纸做的碗，他就很高兴地借回去了，结果火上一烧就完了。可是山魈非常守信用，不知道他用什么方法，有钱人家的东西就到他那里去了，但是他100里范围以内不偷的，他要到外地弄个锅碗来还你。许多山里的穷人都拿这些玩意骗鬼，所以鬼不可怕，而人是真正的坏，连鬼都要骗。金刚经一开始，佛就摆一个榜样给我们看，他自己穿上衣服，化缘，吃饭，吃完了，洗了泥巴脚，趺坐而坐，
也没有一个学生把他位置铺好，是他自己来安置，弄好，辅佐把位置拍平，然后自己上去做。怎么样叫修行？开头就全说完了。去规规矩矩做人，老老实实做事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就是修行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看破，放下，自在。愿你早日化解人生的烦恼不快乐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